志涵一个月领20万，我觉得真的太少了，应该可以领到50万。很多支持阿北的小草都是很辛苦，都是年轻人。20万会不会让一些小草有相对剥夺感，反而离开？我觉得他们的想法是，我既然交给你了钱，你不要去给我贪污，你怎么花都没有关系。那你知道检调到底查的是什么吗？检调是在作秀，一个伪造文书，你这种动作，那你的郑文灿，你为什么连他家搜索都没有？所以我就端木正作为一个会计师，真的这么蠢？我如果今天是他的话，我认为他早就想过了。不是你知道会计师就是一旦调照是终身也不能再考，不能再执业。我知道，可是历史跟你不要忘记，他做了富邦的独董，钱早就花完了。那家会计事务所是他家开的，这会计事务所只要他被调照就倒塌了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风险很大。我只能说，端木正真的，他也不晓得会变成这样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其实我是非常支持民众党的原因，就是说我在这之前真的都不碰政治，因为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没有像蒋经国那样子，他真的是为国为民。那你看那些不管是国民党也好啦，民进党也好，10个有9个被关起来了嘛。那我为什么那么支持他的原因是，主要是我是有看到黄国昌啦，真的这个人他真的是战神。所谓战神就是说很努力。那我今天的想法是说，我相信台湾的人民绝对不是白痴，我是看给他将近1个月时间看看，因为你知道民进党现在多希望把那个柯文哲，如果你给我贪1毛钱，我相信大概差不多马上就被扣起来了。我是觉得柯文哲用时间来证明他的到底是贪污和清白。我现在是持中立的立场，因为民进党如果查不出来，他不会说柯文哲很清廉。如果时间越过得越久，民进党都没有动作，我只能判断说至少他没有贪污吧。因为你一直指责他，如果说贪污，那我们要拿证据嘛，对不对？我是站在如果今天是他的立场，我觉得说先不要有罪论，那我是建议给民众党一次机会。真的不行，我们也认了，反正我们都已经30-40年看这些政党，其实我们都没信心了。那他到底有没有？其实他心里有数了。那民进党他就等于是我们的眼睛一直看着他，那因为我们不就好像是白目，一直觉得哇柯文哲是神呐，哇他是上帝呀。我相信我也不是那么白痴啦，但是我是用客观的立场来看，历史哥。我只想请问你一件事情，下礼拜2你觉得黄珊珊会不会被开闸？不会啊，他宣布4点里面善后小组就是黄珊珊来负责啦，所以删除失败嘛。我是觉得那些有心人士不要再挑拨柯珊之间的感情啊，就柯珊是一体化的，这很多人都搞错了，就大家都把这次出事怪在黄珊珊身上。其实对柯文哲来讲，他内心是很感谢黄珊珊把所有炮火给吸起来的，所以他对黄珊珊只会更重用。或者被迫用。那我问一下为什么民众党的粉丝小草会这么铁？你觉得？我觉得只有一点，因为真的国民党不要去相信他早晚会把国家卖掉，因为他是中共的鹰犬。我从 APEC， 他连参加都不敢参加。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民进党，我说实在的，虽然赖清德很清廉，可是那些像柯建铭那些王八蛋，我们大家都很失望。他们都连好的法他也不去努力，然后一直在那边破坏。我说真的啦，我是在那边辛苦工作赚钱，我交给他税干什么？那为什么会那么铁的原因，我只有一点，其实我们都希望给民众党真的，我给你4年。他如果还做不好，我说真的，我这辈子我再也不去投票了。就像我过去40-50年，我真的都没有投一次票。但我是看中到，其实真的啦，柯文哲8年也没贪污啦，真的会贪污早就抓。第一点，第二点，他骑脚踏车，毕竟是有目共睹吧。第3点，他7点半上班。我说实在的，他可以不需要这样子做，他可以开保时捷，他可以交给所有的一下，就像一些大老板嘛。但是现在有个争议是说，陈志涵1个月领20万太多了，你同意吗？我觉得还太少给他了，我觉得他应该可以领到50万。他这个人，我觉得不贪污，如果真的贪污，就像他讲的嘛，1块钱嘛。那你知道很多支持阿北的小草都是很辛苦，都是年轻人啊。那他们在1块钱1块钱赚来，然后去抖内给阿北，然后也是希望有新政治有 SOP。但今天阿北的说法好像 SOP 还没有建立。20万的话，会不会让一些小草有相对剥夺感，反而离开？我觉得他们的想法是不跟我一样，就是说我既然交给你了钱了，你怎么花都没有关系，你不要去给我贪污。我是这样子，我们相信他一次，人非圣贤嘛，对不对？因为说实在的，就是说
我不敢说他太完美了，至少他没有贪污，其实已经很不简单了啦。那你知道现在检调到底查的是什么吗？你觉得他是查木可还是查政治现金？我说实在的，检调是在作秀。有人说嘛，一个伪造文书，你这种动作，那你郑文灿，你为什么连他家搜索都没有？所以我觉得根本不需要这么大动作嘛。你看，这我同意你。我跟你说，其实抓的是木可，不是抓政治现金，因为政治现金只有行政法案的问题，木可才是因为有伪造文书。可是他能够东厂，其实也是因为这是民众党的乌龙账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问第二个问题：端木正作为一个会计师，他真的这么蠢？我觉得端木正，我说实在，我今天换个立场好了哈。我如果今天是他的话哈，我早就想过了。不是你知道会计师就是一旦调照是终身也不能再考，不能再执业，终身禁牌的概念。我知道，可是历史跟你不要忘记了，他老爸是什么身份？第二个，那家会计事务所是他家开的。第三个，他今天做了富邦的独董，我今天年薪至少几千万了，那个我都不重要了，他钱早就花不完了。富邦的独董都有领几千万吗？他不是说他是回捐的吗？回捐归回捐啊，他也不可能全部。这个会计事务所只要他被调照，这个会计事务所就倒塌了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风险很大。但是当初民众党在第一时间就瞄准会计师这件事情，你自己觉得这样子的是合理的，还是说确实就端木正已经捞够了？他捞够，可是他捞够了，他干嘛还要担这个风险？他就直接摆烂就好。他如果不做，顶多人家也不会怎么样，顶多就违约罚他钱嘛。民众党还是得捡起来自己做，他干嘛要冒着调照的风险呢？我只能说一句话，就是说端木正真的他也不晓得会变成这样，因为要忘记他有说过一句话说，我真的是从来没有做过政治现金这样的一个经验。其实政治现金的账是所有账里面最简单，比公司账简单的太多了，因为它主要是收支账。所以我的疑问是在这边，就是说这么简单的账，其实就算没做过，一看就懂的东西，不要忘记，他不可能一个人自己在那边打18万笔，一定叫他助理。那助理呢，你也想过嘛？我一个月也不过才3万块，我能轻松打，我觉得他也是被他助理也是害了，他哑口无言嘛，谁叫他是老板？因为说实在，今天总之一切都是就像错，一切错都全部抓起来，然后主要是那个四叉猫这个王八蛋，真的是我只能说很坏嘛。他如果不要这样子的话，今天相安无事嘛，怎么会曝光呢？那当然还有戴小姐也是一个，真的我是觉得，你觉得戴丽玲是恶意来伤害民众党的？其实不是。主要戴丽玲她看到水母有没有？那时候不是风波有被判刑的，才400多块。我觉得她是为了保护自己不是啦，我是觉得还有黄珊珊其实这件事情最大的问题在黄珊珊，你为什么不把她邀请到办公室，好好的跟她安抚一下，然后好好的我会怎么样做，然后写一个保证书。最后一个问题18万笔的小额斗内，有90%以上登记成现金，那这个事情柯文哲又坦诚是他们登记错，这个事就不能怪会计师。那是不是其实内部的这个账务的管理确实有这个问题？这个其实是蛮低级的错，我必须说。我觉得请给那民众党再一次，我们就原谅他嘛，就说或许他真的也不想这样。